很快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一路上几乎非常平稳。虽说途中遇到了几次大骤风暴，不过对于现在的萧炎他们来说，简直没有任何的危机，同时没有遇到任何一艘方舟。看来参加这次招揽神会，来自第3等级和第2等级的参赛者并不多，毕竟最低的门槛必须是神奇。咒海的某一处区域，这里充满着无尽的黑暗，但是黑暗之中散发出一道巨大的蓝色光芒，而蓝色光芒内便是第2等级世界连接第1等级世界的一个特殊空间——天星之地。萧炎的主境灵魂的力量早已经开始外放，探索这处蓝色奇异空间的一切动态。在主境灵魂力量的感知中，那蓝色光芒之内竟然有着一股非常强大的能量磁场，就连萧炎的主境灵魂都无法探知里面的具体情况，而且那道强大的能量磁场竟是直接将灵魂力量给差点吞噬而尽。要不是萧炎的反应快，恐怕自己的灵魂将会被那股强大的能量磁场重创。真是好诡异的能量磁场啊！萧炎收回灵魂力量，震撼地望着那片蓝色区域。不仅萧炎感到诧异，就连灵动和沐尘都感觉到这里似乎有一道非常强大诡异的能量磁场，似乎还能够隔绝所有强大的外界力量。我们马上就要到了，不知道这天星之地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空间，能够抵御外界甚至吞噬外界的一切力量。萧炎说道。3人站在甲板上，一字排开，偌大的方舟已经开始减速缓慢地前行着。天星之地并非能够用肉眼看见，唯有可以看见的只是有一道庞大的蓝色光芒，看似静止在了这一片咒海之中。而在这浩瀚的咒海中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相对静止，实则上所有物体都在缓慢地运动着。随着抵达天星之地的附近，可以看到四周竟然有着2艘巨大的方舟，一艘方舟上写着天元，一艘方舟身上写着天星。看来天元界与天星界的已经有人抵达了这里。最后，萧炎所行驶的方舟也找了一处位置，缓缓地停靠了下来。终于到了，这天星之地似乎也并非很简单。萧炎在方舟停稳之后，瞭望着一片无尽黑暗的咒海，唯一能够看到的亮光，怕也就是天星之地散发出来的蓝色光芒了。在靠稳方舟后，萧炎3人便是离开了方舟之上，悬空踏着步伐朝着天星之地走去。只有神奇才有资格踏步在咒海空间上行走，至于主宰境或是准神境，只要踏入咒海之中，都会瞬间被其中的虚无力量给吞噬分解，不会有任何生还的可能。片刻之后，他们3人便是来到了蓝色光芒跟前，3人相视一眼，一步跨出，直接穿入其中。没想到刚刚这蓝色光芒抵御了外界的力量，但他们却是可以轻易的进入其中。穿越过蓝色光芒之后，首先看见的便是一条长长的天梯，直通上方的天星之地。而他们3人的脚步踏入天梯上走了一会儿后，低头俯视下方的时候，竟是满天星辰，其中没有大陆，犹如是倒转过来的宇宙星辰一般，极为的神秘震撼。而在天梯上走了许久之后，竟然还是看不见天梯的尽头，此时却是看到在那之上有着一朵朵蓝色的云，正在不断的翻滚。看着此画面，有些3人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诧异之色。那些是什么东西？像是蓝色的云。灵动他们也是第一次被这一种景象给震撼到。我想那里应该就是天星之地了。沐尘的声音也淡淡传出，看到诸多蓝色的云在翻滚，远远看去犹如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一般，但近距离看的时候，却是发现这并非什么蓝色海洋，而是由诸多的蓝色云朵组合在一起后形成的庞然大物。不过其景色的确让人出乎意料，萧炎他们3人也是头一次知晓大咒中竟然还有如此另类的特殊空间，简直就是只有在梦中的时候才会遇见。我们直接飞过去吧，再怎么走下去，不知达什么时候到达天梯的尽头。萧炎刚欲纵身跃下，却被一道声音打断了行动。又有客人来了，欢迎3位来到天星之地。此时在那遥远的上方处，也不知道是从哪个方位发出的声音。听到这无处不在的声音后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便是立马警惕起来，毕竟这里可不是大界，在这种极为特殊的空间里，还是要小心才行。这里既然是第2等级世界与第1等级世界的连接点，其中必有非常强大的东西镇守此处。3位莫要惊慌，我乃是天星之地的守护神，在你们之前就有来自天元界与天心界2位神奇早一步进入此处，现在已经顺利被天星之灵选中，飞升第1等级世界了。一道有些朦胧的蓝色身影渐渐地浮现在萧炎的面前，看向众人，缓和的一笑，原来如此。看来天元界与天星界的那几位前辈已经比我们早一步飞升第1等级世界了，毕竟他们乃是第2等级世界的神奇，被天星之灵选择的几率应该会更高。在下来自第3等级世界的千元界萧炎。灵动、沐尘此次来到天星之地是参加这一届的招揽神会的。萧炎3人便是拱手说道，说明了此次的来历。原来是这一届招揽神会的参赛者，既然如此，那么先来到天星之地吧。不过天星之地内是禁止飞行的，你们一定要谨记，如果随意飞行，坏了天星之地的规矩，可是会对你飞升第1等级世界有着一些影响。那道朦胧的蓝色身影认真地看着萧炎、灵动、沐尘，严肃地说道，必须要徒步走上来，不过以你们的实力，应该需要3天左右就能抵达天星之地了。关东的口吻非常严肃认真，萧炎等人闻言顿时一惊，
这是需要徒步3天时间才能到达这天梯的尽头。眉头微微一皱，不过既然是天星之地的规矩，也只能照做了。通往天星之地的天梯并不是直线，而是蜿蜒曲折，犹如在走陡峭的山路一样。细长的天梯上没有其他人的身影，只有他们3人迈着健步如飞的步伐，继续朝着天梯尽头前进。距离天星之地还是有一些距离，但不能飞行，也算是在考验你们成神后体内是否还存在一丝人性吧。只有彻底的脱离人性，才能够有资格飞升第1等级世界的几率。我在天星之地等你们。那道朦胧蓝色身影说完最后一句话后，便是消失不见了。看来天星之地的这个规矩，也是为了锻炼成神之后的那些神奇。是否已经彻底的脱离人性？如果还有存在人性，那么走这3天的天梯必定会心性疲惫不定，因为这个天梯不是普通的天梯，在走这天梯的时候，自身便是比平时重了100倍的重量。所以如果不靠飞行的话，徒步登顶，听人如果存在一丝人性都不会成功。所以既然他们已经成神，必须褪去所有的人性，替代的便是神性，这才是一位合格的神奇。只有合格的神奇才会成功飞升第1等级世界。萧炎3人徒步登天梯，就算有着100倍的重量加持自身，也无法阻止他们想要飞升第1等级世界的念想。所以在经过1日、2日、3日，他们3道身影终于是到达天梯的尽头，还有100米的距离。不过就算是有着坚韧的意志，经过3天徒步登天梯，很显然可以看出萧炎、灵动、沐尘的脸上也一丝变化，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气息有些扰乱。还有10步，萧炎3人看到天梯的尽头处，马上要登顶了，心中异常的兴奋。8步、5步、3步、1步，恭喜你们成功的通过第1关。看样子你们体内竟然还有一丝人性，那么接下来才是让你们彻底脱离人性的关键。又是那位守护神的声音从某一处空间里传荡而出，传入萧炎他们耳朵之中后，也是顺利的完成天星之地的第1关考验。这里就是天星之地吗？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也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到了。这里就是无数道蓝色的云组成后的世界，四周竟是没有任何的物质，唯有一处一望无际的蓝色之水，犹如是蓝色海洋。而且这海洋之中竟然有一股极为特殊的能量，这股能量能够让自身陷入迷茫，同时如果能够在这迷茫中找到出口，便是彻底的拥有完整的神性，便可飞升第1等级世界。你们现在所看见的乃是神性之海，待会直接进入这神性之海之中，只要你们能够承受其中的能量，超过1天时间，便可直接飞升第1等级世界，直达此次招揽神会的天神山。想必那里现在已经有着诸多的神奇等候神会的开始了，你们3位也得抓紧时间了。此话一出，也是令得萧炎、灵动、米簇3人不敢怠慢，直接纵身一跃，咚，3道跳水声激起了水花，一道道涟漪水波便是朝着四周扩散而去。在他们3人进入这神性之海后，便是有一股热气进入他们的体内。明明是海洋，为何如此的炎热？很快3人的表情便是微微一凝，当即催动起自身的神力，开始抵御其中的热气入体。不过他们便是发现，确实用神力抵御周围的热气，竟然让他们更加的难受起来，一股被烈火焚烧了一样。看来不能用神力抵御了，既然是想让我们彻底脱离人性，就必须承受住3个小时的这股热气入体的冲击。萧炎似是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奥义所在，便立马收回神力。灵动、沐尘见状也是如此，不过任由这股热气入体的时候，同样是非常的艰苦。如果是其他人的话，恐怕很难承受这一股被烈火焚烧一样的感觉。但是他们3人乃是经历过生死，走在生死边缘处的人，这点磨难对于他们3人来说却是没有一丝的影响。经过时间的推移，原本非常平静的海平面竟是沸腾起来，不断的有着水泡浮现，并且还带着水蒸气不断的上升。最后这些水蒸气竟然朝着萧炎、灵动、沐尘的身躯笼罩而去，一股炙热的气息再度不断的飙升起来，令得他们的眉头微微紧皱，似乎就算是他们此时都有些快承受不住一般。看来想要彻底的褪去人性，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在这个过程中才是最重要的一环节。或许在这之中必须重新经历一次人性的一幕，也就是在人性中如何走出来。只要在这3个小时内走出人性，才会彻底脱离其中，获得神性。可以不难看出，他们3人正在经历人性的一面，因为他们的眉头越皱越紧，似乎有那么一瞬间竟然想要从神性之海中脱离出来。如果一旦从神性之海中脱离，那么就无法飞升第1等级世界。想要飞升第1世界，必须褪去人性，只有拥有神性的神奇才有资格飞升。虽然1天的时间对于他们正常来说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，可是在这1天的时间里，受到神性之海中的这股热气入体，简直是非常的煎熬，1日如年一般。看到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在神性之海中的煎熬模样，无处不在的天星之地守护神一副能够看穿人心一般的眼神，直勾勾地瞭望着下方。这3人的心性竟然能够达到这般程度，比起之前的那2位似乎更加的坚韧，真是有点意思了。1天的时间悄然而过，神性之海越来越沸腾，犹如是煮开的水一般。可见萧炎、灵动、沐尘的额头上有着诸多的汗珠滴落，但此时他们并没有出现什么之前那种痛苦煎熬的表情，取而代之的
竟是没有任何情绪的色彩，犹如已经褪去了人性。现在他们怕是已经拥有了神性。突然间，他们三人的眼眸同一时间睁开，一股没有丝毫人性的情绪波动，更多的还是来自神奇的神性波动。看来成功了，而且时间比之前那2位更加的久一些。这样的场面已经有数万年的时间没有发生过了。我记得在数万年前，有一位自称是元尊的人，在神性之海中也同样达到这样长的时间，才彻底的脱离了人性。看来现在这3人的心性不凡，已经直逼当年的元尊了。天星之地的守护神带着一脸震惊之色，开始称赞萧炎、林动、沐尘3人的不凡之处。此刻，下方的神性之海刮起了10丈、100丈的巨浪，拍在萧炎3人的身躯上，一道道轰轰轰的声音不断的响彻而起。紧接着，从神性之海中纵身一跃，便是踏着虚空漫步在蓝色的云之上。3道身影后，他们此时的眼神多了一份神性，一眼看去就会发现人与神的区别之处。这就是神性吗？果然与人性大有不同。萧炎看了看自己的双手以及自己的身躯后，显然有些一惊。不知萧炎兄和林动兄有没有发现，拥有神性之后，我们体内的神力似乎有点提升了一丝。沐尘催动着自己现在体内的神力后，便是发现了这一点，同样有着微微吃惊。要知道，达到神奇境之后，想要从第3序列神突破第2序列神，则是有着非常的困难。而如今他们3人褪去人性后，没想到又让自己的神力修为精进了不少。的确如此，我也感觉到比起1天前，体内的神力更加的强大了。林动也尝试着运转神力，没想到才1天的时间，就让他们3人的神力更加的精湛。有意思，你们3位的确出乎了我的意料。没想到在神性之海中坚持了1天半左右的时间。要知道，能够勉勉强强撑到1天时间，就已经是极限了。但是在你们的身上，却是发生了这等令我都有些震惊的场面。一道朦胧的身影终于是现身了，不过依旧不能看清楚这天星之地守护神的真实样貌。守护神前辈，多谢了。3人对着眼前的朦胧身影拱手感谢道，而那守护神只是轻轻地摆了摆手，笑道：不用谢我，是你们自己的心性太过强大了，能够达到这般程度，也是你们的天赋所为。不过既然已经通过神性之海的关卡，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神界通道。朦胧的那道身影笑着说道。萧炎3人闻言之后，也缓缓地点了点头。那就有老守护神前辈了。萧炎3人对其抱拳道，然后守护神一挥手，便是从远处掠来一朵可以容纳他们3人的蓝色云朵。你们3人上来吧。话音一落，萧炎、林动、沐尘3人对视一眼，然后纵身一跃。如今他们已经褪去了人性，不需要催动神力，便可以凭借他们是神的身份，站立在蓝色云朵之上。旋即，云朵便飞向天星之地的中心区域。云朵的速度非常之快，好比一个跟头可以翻到108000里一般。就算是天星之地再怎么广阔，不出一会儿的时间，萧炎3人便是看到最前方虚空上竟然有一处有个巨大漩涡，犹如是大黑洞。而在大黑洞的周围，伴随着无数蓝色云朵弥漫周边，顺时针又逆时针的移动，而大黑洞之内却被黑暗所笼罩，还有时不时一道道雷霆喷涌而出，尤为壮观。整个巨大的漩涡以一种肉眼看起来十分缓慢的速度运行着，其中的那黑色雷霆宛若活物一般的在游走。不过仅仅只是表象看起来而已，这巨大漩涡中的力量恐怕大到无法估计和想象，却是给人一种神秘又诧异的震撼画面。那便是通往第1等级实际的神界通道吗？萧炎的主境灵魂试探了一下，虚空上的那巨大漩涡中充满着无尽的恐怖力量，就算是他们这些神奇健壮，都被这等场面给震惊了。正是，这就是唯一通往第1等级世界的通道，其中的恐怖能量能够轻易地撕裂一名寻常的序列神。守护神的声音回答道。闻言，萧炎、林动、沐尘皆是一惊，没想到这巨大的漩涡竟有如此强大的毁灭力量。虽然如今他们都已经也是一名神奇的强大存在，没想到这对于初入神止境的序列神来说，还只是神之路的开始。在神之路越往后走的时候，才会发现神与神之间的差距简直无法想象，但那定然是超过了序列神的更强的存在，是他们如今还无法想象的神境领域。只是没想到，在这巨大的漩涡之中，就连寻常的序列神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，甚至都会被轻易的撕裂。所以我们想要飞升神界，必须经历过2层考验，只有通过了考验，方才能够获得进入神界的通道。林动此时也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，便开口询问道：没错，不过你们3人都已经通过天星之地的考验，已经可以顺利飞升了。守护神一笑回答道：原来如此。沐尘心想，也并不是所有人成神后都有资格飞升第1等级世界，只有通过天星之地的考验后，方才能够进入这神界通道。不过这一次神奇联盟举办的招揽神会已经在神界通道做了记号，凡是参加招揽神会的参赛者，在你们进入神界通道后，便是会直接被传送飞升至第1等级世界的天神山。萧炎、林动、沐尘点点头，也是点点头。
这招揽神会1万年举行一次，想必此次参加的那些参赛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存在，尤其是第1等级世界的那些神，在如此丰富的神之资源世界，怕是已经砸起跑线上都优胜于萧炎灵动木尘了。无数神之天交强者数不胜数，虽然规定参加的都是序列神，但是这些第1等级世界的序列神不仅实力修为强悍不说，就连身上的底牌都怕是不少。或许序列神在第2等级和第3等级世界中是为数不多的神圣存在，可在第1等级世界中，这些序列神的神之天骄，那也是如万千星辰一般，无计其数。况且还有个大神势力亲戚培养的天骄也不在少数。此次招揽神会想要成为前10名，恐怕以萧炎灵动木尘如今第3序列神的实力，很难进入前10名，一不小心还有可能在100名之外就丢了性命。此次参加招揽神会，萧炎3人也已经多多少少有些了解其中的信息，他们也知晓自己如今的实力，想要成为招揽神会的前10名确实有些勉强。在这第1等级世界，无数神之大陆，像他们这样的人神之天骄也只是沧海一粟，因为真正强大的不止他们3位，还有很多很多比他们还要强大许多的恐怖存在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必须要去参加这场招揽神会，虽然他们都还只是第3序列神的实力，没有去尝试过的事情，谁能说得准呢？说不定运气好还能够排进前10名。萧炎灵动木尘对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更是充满着无比的信心。前方的道路纵然很曲折，但是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道路，唯有在这些曲折中历练走出来的人，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守护神再次发出确认之声，萧炎灵动木尘3人同时点点头，躬声道：准备好了。好。一字落下，守护神便是消失在萧炎3人的眼前，然后一股能量如潮水般直接对着那巨大的漩涡冲天而起，散发出淡淡的蓝色光芒。在蓝色光芒射入那巨大漩涡中时，发出了一道无比可怕的力量，笼罩了整个天星之地，仿佛天星之地都被这巨大漩涡给吞噬了一般。两人的目光无比火热地望着那个光芒通道，灵魂深处传出了一种极端强烈的悸动，那种悸动告诉他们，若是进入其中，他们的实力必然能够突破。呼！萧炎灵动木尘3人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刚刚还是平静的漆黑双眸中，在此刻却是涌上了火热，体内的血液仿佛都是沸腾了起来。第1等级世界，我们来了！萧炎3人嘴角同时掀起一抹微笑。在飞升第1等级世界后，他们又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历练呢？这一次的招揽神会是否能够成为前10名的存在？无尽的虚空开始剧烈的扭曲起来，厚厚的蓝色云层不断在巨大漩涡周边有秩序的移动着，中间那漩涡的通道之中，却是散发着一种令他们这些序列神都胆颤心惊的味道。那个通道乃是通往更高等级的新世界，那是神之世界，神的领域，终于可以飞升了。再次望向巨大的漩涡碗通道，3人的脸色颇为的凝重。那片神秘的第1等级世界，就算是他们，都是感到极度的危险。或许他们所飞升的世界，才是大宙最顶级的世界。如果能够立足于这第1等级世界，那么即便是在大宙中，都是一名传奇。林兄，沐尘，走吧。萧炎偏头对着灵动与沐尘沉声道：谁也不知道第1等级世界将会有什么。虽说他们第3等级和第2等级世界无人可敌，但到了第1等级世界，却并不再是这样，因为这番世界与其他世界完全不同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灵动沐尘结实点了点头，脸上却挂着期待之色，同时也很想知道第1等级世界将会是如何的存在。萧炎灵动沐尘再度深吸了一口气，也不再多说废话，身形一动，便是出现在了那淡淡蓝色的能量光芒中。在进入后，一股特殊的力量附在他们的身躯上，旋即他们3人便是化为3道不同的流光，快若闪电般的对着虚空上的巨大漩涡内径直的暴掠而去。最后3道身影便是消失在了那无尽黑暗的漩涡中。有意思了，这3人的身上竟然有着天命气运，看来是天命之子。下等级世界中的神奇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天命之子了，没想到今日还会碰上。天星之地中传出了守护神那喃喃自语声。第1等级世界天神山，天神山的上方空间竟是诡异的扭曲起来，一时间天地失色，黑云翻滚，雷霆炸响，这片天地弥漫着近乎毁灭般的气息，犹如末日般的景象。下一刻，空间中出现了一道裂缝，随着这道空间碎裂之声的响起，一道近万丈的裂缝陡然爆裂而开，一道巨大的黑色漩涡出现。远远看去，那里面透着毁灭的气息，漆黑幽暗。漩涡内的洪流近乎疯狂席卷而出，空间洪流带着一股极为恐怖毁灭的气息。如果一旦这恐怖的空间洪流席卷而来的话，恐怕就算是寻常的序列神都会瞬间被吞噬。这突然出现在天神山的黑色漩涡，透着浓浓的恐惧之色。这等恐怖的天地异象，实在是太过可怕了。这便是飞升第1等级世界的空间裂缝，从下等级世界飞升的神之天骄降临至天神山。要知道，但凡能够成功飞升第1等级世界，都是一位合格的神奇，那是已经真正褪去人性，拥有神性的神奇。此时那漆黑的漩涡中爆射出3道尖锐的破风声响，那令人惊骇欲绝的空间漩涡也开始迅速缩回。数息之后，那一道刚刚还出现在天神山上空的万丈空间裂缝也随之愈合起来。
虚空上3道身影悬浮其上，一袭黑袍，一袭紫袍，一袭金白袍，正是萧炎、灵动、沐尘、萧炎3人，带着一脸疑惑与好奇之色，开始打量着这处天神山四周，眼中也逐渐有着惊讶之色浮现。天神山广袤无边，其上没有任何的花草树木，唯有被金色光辉所代替。当看到浩瀚的天神山之时，3人皆是眼前一亮。悬立在天神山之上，有一座巨大建筑绿仙映入眼帘，云层如海，在那云海之上，竟是有着诸多金光四壁的宫殿，而且这些散发出金辉之光的宫殿，至少都有数千座。远远看去，仿佛就像是无边无际的金色之城，煞是美丽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这就是天神山吗？风景还真是美到窒息啊！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道身影悬浮虚空，将眼前美景尽数收入眼底。不仅风景让人的心情雀跃，就连体内的神力都是在此刻沸腾了起来。因为在这片天地间，竟然充满着无比浓郁的神元之气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在这里待上几年，将天地神元之气尽收炼化，必定能够突破至第2序列之位。